什么？你说我有杀身之祸？没错，萨尔曼先生，你命格中带着的那点王格太过于暗淡，也就是说，萨尔曼先生非但不能够成功加冕，反倒还会为萨尔曼先生带来杀身之祸。萨尔曼心头猛然一沉，只是不动声色中，下一秒却是笑了起来。叶先生，我想咱们有必要回到原先的那个问题上。我只是一个第5顺位，这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加冕概率。说句难听点的，那就是轮也轮不到我。所以我是真想不明白，以叶先生的见识，怎会说出这些话来？更何况现在卡尔塔王室可是有王储的，就凭这一点，难道叶先生不觉得自己说的这些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吗？这是在对我进行试探吗？我只是将我根据萨尔曼先生看到的那些读出来而已，至于对错，则是另外一码事了。雷姐，还有吗？还有就是萨尔曼的杀身之祸已经不用太久就会到来了，半个甲子将会是萨尔曼先生的大限所在。半个甲子是华国的古老时间单位，也就是30年的意思。嘿，你说我只能活到30岁？给萨尔曼先生带来杀身之祸的将是同事曹哥，此劫乃是因萨尔曼先生命中的王格而起。虽然我知道第5顺位能够如愿加冕继承的概率微乎其微，况且卡尔塔王室目前本就有王储在位，但这也不代表第5顺位完全没有机会的。假如说现在在位的王储被罢黜呢？假如说王室重新立王储的流程不再是以顺位次序来进行决定，如此一来，萨尔曼先生的第5顺位是不是也有希望了？若是这种情况出现，那我想也就能够对应上的萨尔曼命中的结束了。闻言，萨尔曼放在桌下的双腿已经开始控制不住的微颤起来了。因为就算抛开叶松的玄学断言精准与否，就当下而言，他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卡尔塔王室内部已经出现了罢黜当前王储，并且以一种近似于考核的方式去重新立储。只是目前知道这一点的人不超过5个，而他萨尔曼则是其中之一。大树现在的王储不再以顺位次序来决定王储的用力。叶先生，你知道你说的这些有多么荒唐吗？知道一旦这些传出去将会给你自身带去多大的麻烦吗？甚至是如果让王储知道你说他会被罢黜，我想他会对你产生无尽的敌意与恨意的。在华国的易学之道中，荒不荒唐从来都不是需要去考量的一个点。至于萨尔曼先生说的第2点，如果说卡尔塔王室的王储知道我对他进行这种，那么必然也是萨尔曼先生或者哈利对他进行告知的。毕竟现在就我们3个人，不是吗？叶哥，萨尔曼他当真会？虽然我不敢说我根据在萨尔曼先生身上看到的那些内容是否准确，但如果萨尔曼先生过去一直都心存大志的话，或许我说的这些是可以作为参考的。萨尔曼，哈利凯恩闻言朝萨尔曼看去。然而这会儿的卡尔塔王室第5顺位继承人多多少少都已经是有些绷不住了，因为他的真实情况已经被叶松给通透到说出来了。他的确不是那种甘于现状的人。原本萨尔曼只是想着在厚积薄发中的扮猪吃老虎中尽可能的组建自己的势力而已，可万万没想到一则秘密消息无限扩大了他的野心，那就是当前的王储很有可能在不久之后被废除，而且新王储的拥立不再是顺位次序进行决定。这一消息当时直接就让萨尔曼的肾上腺素为之狂飙。过去他之所以从不觊觎王位，那是因为不切实际，如今王储的位子不再是遥不可及。目睹着萨尔曼的神情全程变化，急忙冲着叶松问道：叶哥，若真是如此，那么有破解之道吗？放弃野心，知足常乐。一旁的萨尔曼听到叶松的这声回答，心头骤然猛揪。放弃野心，知足常乐，在有机会能够成为王储的莫大机遇上，让他放弃退出，就因为叶松的一番断言？不，他做不到，真做不到。萨尔曼先生，看来真被我给说中了。叶先生，就你所说的这些一旦传出去，你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吗？怎么着，还想着将我灭口不成吗？其实我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说的。那你为什么要说？第一，因为哈利凯恩，我问过他跟你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他说你跟他是关系最好的挚友，而且他对你的关心在乎程度或许超乎你的想象。第二，如果我能打救得了卡尔塔王室的第5顺位继承人，那我相信萨尔曼先生欠我的这份恩情，也能勉强抵得了我去到破天机的代价了。叶先生，听你的意思是，我若想避过你口中说的杀身之祸，就得摘掉自己的一切野心，规规矩矩地躺在卡尔塔王室的温床上享受生活，对吗？不得不说，这绝对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叶先生，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分析是对的，如果你觉得我萨尔曼怀着觊觎王储之位的野心，那你认为我能够轻易就放下自己的野心吗？所以我由头到尾都没说过放弃才是唯一的选择，不是吗？我只是说最简单的破解之道莫过于放弃罢了。听到这，萨尔曼的双眼陡微一亮。叶先生的意思是，只要萨尔曼先生能对此生起足够的提防之心，甚至是先下手为强的话，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破局的选择。当然了，相比起放弃野心，这种选择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最后，我再给一句忠告，在玄学这方面，咱们华国人讲究的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萨尔曼先生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那么以后的日子里务必要多加几个心眼，最好是时刻保持着足够的危机感，从而去阻绝一切人为制造的意外发生。若不是我对哈利有着足够的信任，我是真的怀疑你们俩这是在合伙想分化我跟王室内部的关系。貌似萨尔曼先生的这趟山清之行，并不是我跟哈利凯恩所邀请的吧？萨尔曼瞬间哑然，看来我需要为我这趟不请自来感到庆幸了。的确，在萨尔曼遇见心不在焉的神游太虚中，叶松便伺机告辞离开了餐厅。目送着叶松的身影消失在视线后，哈利凯恩这才挑眉开口道：萨尔曼，叶哥说的那些是对的。
你指的是哪些？还想装傻充愣吗？只见萨尔曼再度陷入沉思，脸上表情同样也是一再变换，最终在挣扎之下还是选择了坦诚。没错，虽然他预言的那些是否正确还是未知数，但他所说到的那些跟我相关的是正确的。所以你的浮夸浪荡不务正业都是装出来的。对，你连我都……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往事的水很深，深到我只能用一句话来简单形容，那就是作为顺位继承人，一旦自身的表现足够优秀显眼，将绝不会是一件什么好事。华国文化中不是有一句话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还有一句叫枪打出头鸟吗？是的，在卡尔塔现任王储并不是特别亮眼的背景下，其他顺位继承人若是足够抢眼，这将会成为原罪。所以哈利，我最好的朋友，我最好的伙伴，你能理解吗？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可以相信叶松吗？他没有害你的理由。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对他如此推崇，甚至是甘愿于以他为主心骨。别跟我说什么救世主之类的话语了。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他帮我看过，并且得到应验的事吗？但是你从来都不肯说应验的内容，不是吗？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已是做出决定来的哈利凯恩不再扭捏，直接将自己跟叶松之间初相识时的那段往事说了出来。再次说起这些，哈利凯恩至此都是一种心有余悸的后怕状态。这就是你对女人产生了阴影的原因。不然呢？确定这件事当中不存在任何的猫腻吗？不存在任何的猫腻可能性。萨尔曼不再接茬，眼角在心头久久无从平静中狂跳不已。最终，惊震不已的夜声道：“这跟神还有什么区别？”老爷，人家卡尔塔王是第5顺位继承人，千里迢迢过来拜访咱们，可你倒好，直接把他们扔给叶大少去全程负责，自己则是窝在家里头。话说这真的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说呢？我的目的就是让叶成英跟他们混熟，好方便叶成英将自己的人脉圈子无限扩大。所以我要是跟他们待在一块的话，那还有叶成英和海滨什么事？你就不考虑人家万一对你生出不满来呢？不满？不会的。哈利凯恩自是不用说了，就现在的萨尔曼，估计已经拿自己当半个神了，所以又还岂有任何的不满之说？您说什么？叶松那小子全程都是由叶成英去接待卡尔塔王室那位第5顺位继承人，而他一直窝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我刚跟张强通电话来着，从他那得知这事儿的。不是，那小子什么意思？这是人明摆着是冲他来的，他倒好，直接甩给叶成英那小子去全程接待，这得多缺心眼才干得出这种事来。你觉得那小子是那种缺心眼的人吗？难不成说他现在都膨胀到不把卡尔塔王室继承人放在眼中的程度？他到底有没有把对方放在眼中暂且不说，现在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如此情况下，那群王室成员都还在山青待了足足3天，并且貌似跟叶成英的关系还处得极其不错，你说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什么？不难看出叶松那小子这是想让叶成英打入西亚王室的圈子中，可问题是以叶成英目前的条件来看，虽说不至于会被那些西亚王室成员看轻，但同样也没到那种会被西亚王室成员过于去看重的程度。然而事实却是西亚那群王室成员，包括那位第5顺位继承人在内，都跟他打得一片火热。所以老书记您的意思是，如果没猜错，叶松已经完全拿捏住那位叫萨尔曼的卡尔塔王室第5顺位继承人了。要是真的这样，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华国官方而言，都将是绝对的利好。我就是有点担心叶松那小子过于拖大。要是那小子连这么些问题都意识不到的话，你觉得他能有今时今日？说的倒也是，你说叶松那小子会不会在最后关头接纳全西亚王室成员来为自己造一波浩荡声势？以我对那小子的了解，10有8九会的，哈哈。